农场晒谷时，姑妈突发心梗，我及时抢救，并叫来救护车，抢回她一命。可出院后，大晚上她带着全家到我家闹，哭天抢地，非让我赔钱。我就是不舒服睡个觉，你非要叫救护车送我去医院烧钱，医药费和救护车费你得给我掏，生不入关门，死不进医院。你这是要坏了我家的风水啊！我儿要是考不上大学，全赖你，谷子也没来得及收，被雨淋湿了，你给我赔。争执间，我幼妹被姑妈儿子一脚踹飞，后脑跌到案桌角，当场身亡。他们害怕事情败露，欺负我无父无母，用装满谷的化肥袋将我活活压死，而后放了一把火，将我和妹妹毁尸灭迹。再睁眼，我重回谷场，姑妈晃晃悠悠，刚倒在谷子上，我抱起妹妹，扭头就往家跑。姑妈睡着了，咱们别打扰她。这一次，我尊重一切，有些人就该死。姑妈痛苦地捂着胸口，身体摇摇晃晃地倒在地上，铁锹重重甩在地上的声音将我的思绪唤回。看着铺满农场的金黄的稻谷苞米豆子，我才意识到我重生了，重生回到姑妈突发心梗的时候。上辈子国庆前，在奶奶多番怒骂催促下，我不得不从学校提前请假赶回，帮家里秋收。在农场帮忙时，恰逢姑妈晒稻谷时突发心梗，命悬一线。我保持冷静，利用此前学到的急救知识调整姑妈静卧，给她疏通呼吸，又让小妹拨打了120，救护车及时赶到，救回了姑妈一条命。可是姑妈恢复健康，从医院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闹到了我家里。她欺负我爸妈双亡，撒泼的躺在地上，哭天喊地。我就是不舒服睡个觉，你非要叫救护车送我去医院烧钱，医药费和救护车费你得给我报销。我这辈子生不入关门，死不进医院，你这是要坏了我家的风水啊！我儿要是考不上大学，全赖你。因为急着救姑妈，谷子没有及时收，被淋湿，姑妈也怪我，拍着大腿喊，谷子也没来得及收，被雨淋湿了，你也得赔。姑妈的儿子，那个明明成年却依旧像个熊孩子的表弟，也一脸蛮横的帮腔，坏了我家的风水。我考不上清华北大，你们赔得起吗？我心底发寒，但还是耐着性子跟姑妈解释，如果她的病当时不及时送医院，可能会出人命的。没想到听了这话，姑妈突然暴起，狠狠一巴掌扇在我脸上，破口大骂，你个野种还敢诅咒我！你们兄妹俩有娘生没娘养，这些年多亏我帮扶，现在还敢咒我！我捂着脸，紧紧攥着拳头，心里一阵绞痛。我妈妈早逝，本来靠着爸爸的勤劳能干，完全可以供养得起我们兄妹。但5年前，姑妈在河边摸鱼时落水，爸爸忙着救她，推她上岸，自己却体力不支，被急流冲走，最终尸骨无存。从此，我和妹妹成了孤儿，只能在奶奶家讨生活，脏活累活都是我们兄妹俩干。我年纪大还好，可怜妹妹才7岁，就已经被逼着学会了洗衣做饭。以前再苦，我爸也是将妹妹捧在手心宠着的。要是双亲还在，我们哪用受这么些年苦？如今我好心救了姑妈，反倒被她讹上了。姑妈和表弟骂骂咧咧，翻遍了家里都没有找到存款在哪儿。情急之下，她扑上来打我，逼问我钱藏哪儿了。妹妹吓得哇哇哭，却还是冲过来想保护我，却被暴力的表弟一脚踹飞，后脑勺撞到案桌角上，当场没了气。我目眦欲裂，冲到锅屋就要拿菜刀跟他们拼命，却在摸到刀子的前一刻被姑妈一砖头撂倒。她害怕表弟吃官司，竟抬了10几个装满谷的化肥袋压在我身上，活活将我压死，外表却看不出半分伤痕。然而事后这对狼心狗肺的母子俩却还觉得不保险，没多久又回来放了一把火，毁尸灭迹。而后却对外宣称我不想供养奶奶，便烧了家，卷了财产，带着妹妹跑了。奶奶听了这套说辞后，先是一惊，接着松了口气。这2个克父克母的灾星跑了也好，小伤小痛非要叫救护车让你住院，这要是坏了风水，让我宝贝乖孙考不上大学，我都恨不得打死他。他们一边假惺惺地说不怪我，一边却对外宣扬说我不敬长辈，说我偷他们的钱，说我是白眼狼，罔顾他们多年的养育之恩。在农村，离家出走的妇女孩子不在少数，因此这么说倒也没人怀疑。我与妹妹的死却从此不见天日，无人伸冤。所幸老天有眼，让我有了重生的机会。姑妈倒地的声音也惊动了妹妹，她正在掰苞米皮，听见动静忙跑了过来，好奇地用眼神询问我姑妈怎么了。我连忙抱起妹妹离开农场，声音冷静又带着浓浓的寒意，姑妈睡着了，咱们别打扰她。上一世的教训教会我，有些人就该死。我带着妹妹往家跑去，想去拖住奶奶，得让她别那么快发现姑姑的事儿，万一发现及时救活了怎么办？天从东边阴了过来，蜻蜓飞得很低，瞧着是要下雨了。路上的村民多了起来，大家都赶着去收谷子。我走在坑坑洼洼的泥路上，刚好碰见了热心肠的王婶。王婶叫住我，周家小子，快回去让你奶奶来收谷子，来雨了。我捏了捏妹妹周乔的手，示意她别出声，同时笑着回应王婶，谢谢王婶提醒，我姑妈已经在收了。王婶急着去收谷子，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异样。
等赶到家时，奶奶正在跟她的老姐妹们摘花生聊天。不知道周岩那死小子死哪去了，这么晚了也不回来做饭。周乔这小蹄子就知道跟着他哥鬼混，看回来我不打断他们的腿。话音刚落，我就带着妹妹冲进了家门。见是我们，奶奶脸一耷拉，语气尖酸刻薄：“死哪儿去了？不回来做饭？一会儿你姑姑还要回来吃饭呢。”旁边的孙奶奶出来打圆场：“妍妍长这么高了，眉眼越来越像亚军了。周亚军，我死去的父亲，我奶奶的亲儿子。”没想到奶奶冷哼一声：“可怜我苦命的儿，年纪轻轻就让这一家子扫把星给克死了，大灾星生了2个小灾星。”奶奶的不要脸再次刷新我的3观。爸爸是为了救姑妈去世，怎么就成了是我们克死的？我回怼了一句：“爸爸明明是替姑妈去死的。”我还没说完，奶奶一棒槌就砸过来：“闭嘴！呸呸呸！不嫌晦气，你姑身体好着呢，一定能长命百岁，什么死不死的？”说着又狠狠剜了我一眼：“快去做饭，一会儿你姑要回来吃饭。”我内心冷笑，怕是不用了，以后不用给她准备3餐了。但还没等我暗爽完，门口突然传来王婶洪亮的声音：“周老婆子，你们家谷子怎么还没收呢？”奶奶扔下手里的花生，连忙跑出去：“不可能啊，叶梅一直在农场，都快下雨了，怎么可能还没收谷子？”周叶梅是我姑姑的名字。王婶急着回家：“真没收？我远远瞧着都瘫在地上呢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不然一会儿就全灵喽。”奶奶换上衣服，骂骂咧咧：“一定是周乔那件蹄子中午给叶梅送的饭太少了，饿得叶梅现在还没收完谷子。”说着，她看着站在厨房里的我和妹妹，气不打一处来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去跟我收谷子，赔钱玩意，怎么不跟你那早死的妈一样，赶紧病死得了？”很难想象，这是亲奶奶对孙子孙女说的话。可如今这出却只是平常。重活一世，我已经能消化奶奶的恶意，不至于再那么伤心。我应了一声：“我换身衣服再去。干农活可不能穿洗干净的衣服，得越脏越烂越好。”换衣服时，我尽量拖延时间，后果就是奶奶在门外拍着门骂：“再慢就打死我！”奶奶骑着电动3轮带我们一起去农场的路上，迎面遇见了孙老汉。看见我们，老汉刹住车，喊道：“叶梅娘，你快去看看，叶梅晕倒了。”奶奶大惊：“怎么会晕倒？”孙老汉摇头：“这我哪知道啊，你们快去看看吧，别再出什么事。”等奶奶着急忙慌赶到农场时，姑姑身边已经围了一圈人。姑妈是心梗，发病后需要保持流通的空气，但她身边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没有人像上辈子的我一样给姑妈调整姿势，确保呼吸通畅，维持生命体征。甚至还有孩子好奇，故意拿石头往姑妈身上丢。奶奶急忙冲进去：“哎呀，叶梅这是怎么了？儿啊，快醒醒！”奶奶直接过去，强行将姑姑扶着坐起来，拍打着姑姑的脸，全然没注意到姑姑一瞬间更难受惨白的脸。人群中有人担忧：“叶梅娘，要不还是带叶梅去镇上诊所看看吧？”“是啊，看叶梅这情况不大好啊。”奶奶眉毛一竖：“去什么诊所又得花钱，感情花的不是你们家的钱，叶梅就是太累了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我闺女身体好着呢。”我在人群后讽刺地勾了勾唇角。姑妈前2年就已经有心梗的苗头了，她有时晚上难受的睡不着觉。奶奶总说就是太累了，没必要去医院花这个冤枉钱。2人更是不知道听信了哪位大仙的话，说去医院不吉利，会破坏家里的风水，甚至会与文曲星相冲，害得表弟考不上大学。一听会对表弟有害，姑姑可不干了，谁敢跟他提去医院，他就骂谁。有次我好意提醒他去医院检查，2人直接逮着我就是一顿臭骂，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怀好意，想破坏他家风水。这一次面对周围乱七八糟建议送姑妈去医院的好意，我直接跳出来挡在姑妈和奶奶面前，一脸的大义凛然：“去医院会破坏我们家的风水，害我表弟考不上大学，你们让我姑妈去医院，这不是故意害他吗？”看到我主动站出来，奶奶终于看我顺眼了一点，冷哼：“就是你表弟明年就要考大学了，他们就是不怀好意。”邻里街坊有些生气：“叶梅娘这是什么话？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。”我继续道：“姑妈身体一向好，估计就是太累了，抬她回家睡一会儿吧。”周围人还想劝，见此都纷纷闭了嘴。上辈子邻里街坊协助我一起救了姑妈，最后一个没剩，全被姑妈和奶奶赖上了，说他们跟我一样，全都得赔偿姑妈损失，不然表弟考不上大学就赖他们。这辈子该死的人去死吧，就不要牵连无辜的人了。姑妈的儿子，我表弟也赶来了，眉头皱在一起，看不出担忧，倒是遮掩不住的不耐烦居多。我妈以前也没这种情况，这样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奶奶还没开口，我先开口了：“表弟你说什么呢？别咒姑妈，姑妈就是太累了。”看到奶奶也犹豫下来，邻里街坊还想继续开口劝送姑姑去医院，我哪里肯，万一救活了怎么办？我趁热打铁，不如让姑妈坐起来，给她喂点水。这个节骨眼给姑妈喂水，我是铁了心想置她于死地。
但奶奶却听从了我的建议，让表弟扶着姑妈，他找来一瓢水，往姑妈嘴里喂。前半瓢还好，但半瓢水几乎全洒了，根本喂不进去。我眼睁睁看着姑妈的脸色一点点惨白，嘴唇越发没了血色。喂了半瓢水也不见好转，奶奶脸上终于露出担忧。一旁的孙奶奶忽然一拍手，叫起来：“哎呀，我看叶梅这症状跟前几年心梗走的老李一个样。”此话一出，大家都变了脸色。奶奶跟表弟的脸色尤其难看。老李心梗可花了他儿子不少钱，最后没治好还是走了。不行啊，得赶紧送医院，心梗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奶奶一直都以为姑妈只是小毛病，听大家这么一说，顿时没了主心骨，慌了神。那要不赶紧把我们家叶梅送医院？老孙家的，借你儿子的车给我用。我心底一冷，可不能就这么把姑妈送医院。我刚想出来作妖，没想到一道男生率先插了进来。不行，不能让我妈住院，风水先生算过，我妈住院与文曲星相冲，万一耽误我上大学怎么办？看着表弟跳出来，扒拉着要来抬姑妈的乡里乡亲，我简直要笑出声，差点忘了还有表弟这个白眼狼。表弟学习一直不好，中考时我没日没夜给他补习，才让他勉强上了高中。他学习不好，也不认真学，就听风水先生的话，认为自己是文曲星，还真觉得姑妈住院与文曲星相冲，他就考不上大学了。未知的利益，他看得比自己亲妈的命都重要。这是什么话？你妈都快不行了，老姐姐，你看看你这外孙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乡亲们纷纷出言指责，但表弟已经被姑妈与奶奶宠坏了，哪里会在乎旁人的话，直接扑到姑妈身边，不让别人来抬人。奶奶只能勉强柔声哄着表弟：“乖孙，你看你妈都这样了，这可不敢耽搁，乖啊，先送你妈去医院吧。”姑妈突然痛苦地抽搐了一下，可把奶奶吓坏了，哭天抢地：“哎呦叶梅，你醒醒啊，我们马上去医院！”看着姑妈那么痛苦，旁边已经有好心的长辈呵斥，再不让开就大耳刮子扇人了。表弟这才不敢再拦着。孙奶奶指挥着让他儿子赶紧去开车过来，送姑妈去医院。想起上辈子好心帮助姑妈的人，最后都被赖上。孙奶奶一家对我不错，以前经常在我和妹妹饿肚子时给我俩塞吃的，我可不能让他们被姑妈和奶奶缠上。我一巴掌拍在表弟后背：“去开车怎么来得及？表弟你快去把家里的三蹦子开来，带着姑妈去医院。”表弟有些不情愿，还是不想为了姑妈赌上自己的前程。奶奶急了，指着我骂：“你打我外孙干什么？周爷你个没用的东西，你去把车开过来啊！你姑妈要是出什么事，我扒了你的皮，我就等你来扒我的皮。”我冷笑，手一弹：“奶，平时那三蹦子你可从来不让我碰，我可不会开。”在他眼里，三蹦子多少是个金贵的家伙神儿，怎能让我这个灾星碰呢？奶奶当时像是被捏紧了脖子的鸭，哑火了。最后是平时拿三蹦子当玩具的表弟慌里慌张去开车。上辈子救护车进村不方便，是孙奶奶的儿子开车将姑妈送到了村口，没想到姑妈出院后也怪在了孙奶奶一家身上。我本来没什么事，就是坐你的车颠簸出来的病，你得掏钱赔我，以后我有点啥也都得怪你们，你们得负责给我治病。姑妈张嘴就要孙奶奶一家赔偿，负责她将来一切病症的治疗费用，给孙奶奶直接气得高血压发作，当场去世。眼瞧着孙奶奶的儿子拿菜刀冲出来要砍死姑妈一家，姑妈这才熄了火，灰溜溜带人跑了。讹了好几家都不成，最终姑妈将火撒到了孤苦伶仃的我们兄妹身上。不一会儿，表弟就将家里的三蹦子骑来了，大家七手八脚将姑妈抬上车。奶奶腿脚不好，上三蹦子有点费劲，我想过去搀扶她一把，她攥着我胳膊的软肉狠狠掐了一把，疼得我眼泪差点飞出来。奶奶骂骂咧咧：“要不是为了养你们兄妹俩，我们家早就买车了。你这个丧门星，还不赶紧上车去跟着伺候你姑！”表弟带着姑妈奶奶和我摇摇晃晃出了村，坐在斗子里，我眼底是藏不住的紧张。都拖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应该就不回来了吧？这要是没死透，我心里得多难受。去了医院，姑妈被送进了 ICU， 表弟跑前跑后挂号缴费，看着一张张缴费单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最后表弟没钱了，跑到手术室门口跟奶奶要钱。奶奶一看单据，脸色大变：“什么手术要这么多钱？在我们村诊所10几块钱就能治好。”奶奶气势汹汹的就去拍打手术室的门，开门，不治了，不治了！一群就知道骗钱的庸医，最后还是医生及时出来阻止奶奶继续发疯，耐心的给奶奶解释。奶奶根本听不进去，还狠狠啐了人家医生几口唾沫，骂人家奸商。表弟也在旁边帮腔：“我妈平时身体好着呢，我看就是骗钱的。”他揉搓着缴费单，满脸戾气：“这么多钱都能给我买好几台高配电脑和显卡了。”等姑妈从手术室推出来，结果却让我很失望，她竟然捡回了一条命。但由于拖得太久，后遗症风险还是比较大，后面还需要住院治疗，再做2次修复手术。听医生说姑妈已经救回来了，奶奶先是松了一口气，接着冲手术医生翻了个白眼：“我女儿福大命大，
差点被你们这些庸医给坑害了。我就说没什么事，那些人非要送来医院，白白花那么多钱。医生气得脸都涨红，捏着拳头险些没忍住，最后气呼呼的走了。姑妈醒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含含糊糊大骂查房的医生：你们这群死骗子，骗我住院，还给我做手术，坏了我们家的风水。他自己拔了针，将点滴瓶狠狠砸在地上，在病房里发疯，吓坏了隔壁床的大婶。我就睡了一觉，你们就把我送来医院。姑妈指着被指派陪护的我破口大骂：你个小畜生也不拦着点，你是死人吗？那么多钱你来付，提议送医院的是别人，将他送来医院的是他儿子，他还是只对我破口大骂。我笑了笑，没反驳，也没搭腔，任由他这么情绪波动。果然没骂几句，他白眼一翻，再次倒了下去。奶奶吓得彻底慌了神。姑妈第二次醒时，大家都老实了。医生冷着脸告诫她注意事项，绝对不能让病人情绪激动。姑妈的病情报告上密密麻麻的专业术语，奶奶也看不懂。上面说她不仅有心梗，血压、血糖、血脂都有些高，长期吃剩菜咸菜，肾脏也出了问题。奶奶拿着病历的手都在颤抖，握着姑姑的手，母女俩抱头痛哭。不可能啊，叶梅身体平时挺好的。表弟神情阴郁，我妈身体一向很好，我看家里就是有人克她，就是有人克我们一家。经过表弟这么一点拨，奶奶和姑妈都猛然看向我。对，就是有人克我们一家，都是你这小畜生，你姑妈都是为了照顾你才累成这样。姑妈也哭，为了这俩无父无母的丧门星，我真是费尽心血呀！呜呜！果然，她活着就会作妖。我看她是费尽心血的算计我们吧。在家里，所有脏活累活都是我们兄妹俩干，奶奶姑姑两个反而轻松了很多，得空就去打麻将。到现在身体出了问题，他们俩却也能怪到我们兄妹俩身上。病房里乱作一团，我冷眼看着他们对我的指责，等着他出后招。终于哭嚎的差不多了，姑妈眼神闪了闪，道：得让周岩把哥哥嫂子给他们留的存款拿出来赔给我，一部分给我治病，一部分供我儿子读书。我冷笑，图穷匕现了，早就惦记上我爸妈给我和妹妹留下的财产了吧。前世我嘴硬不给，最终落得一个兄妹皆死的下场。这次我学聪明了，立刻红了双眼装可怜，可爸妈留的钱已经全都给奶奶了，我真的没有了。要不然我和妹妹平时能穿别人家不打算要的旧衣服。我上大学的学费还是贷款的，当初我考上大学，奶奶死活不让我上，还拿妹妹威胁我。我跪在地上求了好久，又许诺将来毕业后定期给奶奶打钱，她这才勉强松了口。但每年寒暑假及国庆节，却总是打电话让我回家当牛做马。我敢迟疑半分，她就敢把妹妹打哭给我听。现在听我这么一说，奶奶勃然大怒，胡说你就给过我那点钱，那才有多点。姑妈眼神闪了闪，我确实当着姑妈的面给了奶奶一小部分我爸妈留下的钱，但今天我故意说的模棱两可，就是想让姑妈误认为我背着她将遗产给了奶奶。人都是自私的，尤其是像姑妈和奶奶这种人，只要能在他们之间留下嫌隙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两人心里都有鬼，便也没有继续逼着我交出遗产。他们转而又跟医院闹，想拒缴医药费，甚至跟医院要赔偿。可层出不穷的医闹事件早把医院锻炼出来了，医疗措施证据链完整，院方做的一切都是符合程序规定的，也确确实实救了姑妈一命。这医药费要是想赖账，那就法院见；敢闹，那就警局见。想拖延，那下面2场救命的修复手术，你还做不做？姑妈和奶奶本就欺软怕硬，最终还是骂骂咧咧交了钱。院方也没为难他们，医者仁心，再气再鄙夷，该治病还是给治。随着国庆正式放假，表弟的模考成绩也出来了，毫无疑问班里倒数。自从我考上大学后，表弟就心生嫉妒，放话说一定要考得比我好，比我强。可惜说话和做事是两码事，他自己偷懒不上进，倚仗的只有那不着调的算命先生说的话，怎么可能成功？那学习成绩又不能从天上掉下来。医院里看着表弟考大学毫无希望，姑妈哀嚎一声：儿子，都是那群人害了你啊，非要送我来医院，冲撞了我们家的文曲星啊。表弟脸色难看，直勾勾地盯着成绩单。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，算命的说过他是文曲星，不用学也能考上大学，所以他考不好全是因为别人让姑妈住院，冲撞了他。越想越气，表弟当即扔下成绩单，带着奶奶杀回了村里。村里正好开大会，村头聚集了一群人，比当日姑妈晕倒时在场的人还多。一个大婶迎上去寒暄：叶梅她娘回来了，你们家叶梅怎么样了？我就说那天得送医院吧，要不然真要有什么3长2短。没想到奶奶上去揪着大婶的衣服，左右开弓，给了她2记耳光。就是你个老淫妇，那日非得撺掇着把叶梅送去医院，坏了我们家的风水，还花了那么多钱。大婶当时嚎叫起来：杀人了，没天理了！周围人连忙将奶奶和大婶拉开。
奶奶一个个看过去，浑浊的眼神里发了狠。你们得负责我们家叶梅后续治病的钱，还有我外孙子被你们害得考不上大学，你们以后得给他娶媳妇找工作。奶奶抬手指着陈大爷，理直气壮：老陈，你家儿子在市里当公务员吧，以后让我外孙也进去，五险一金一个都不能少。村民被奶奶这副疯癫的样子吓坏了，怎么就讹上我们了？明明我们是好心提醒你们去医院，奶奶死咬着不放，非要在场的村民出医疗费。我悄悄跟了回来，看着这场闹剧，给孙奶奶的儿子打了个电话过去。看着奶奶这副无赖的样子，村民们也火了。孙奶奶的儿子在旁边一敲边鼓，大家直接闹到了姑妈的医院里，要找这个始作俑者算账。姑妈正在病床上列着单子，琢磨让每个村民每个月给她多少钱，美得快笑出声了。没想到下一秒门就被踹开了，村民一个个进来，要姑妈给个说法。叶梅，你娘怎么就讹上我们了？身体是你自己熬坏的，怎么还怪上了我们？姑妈也不是好惹的，带着病就站起来跟他们吵，舌战群儒也不落下风，吵得整栋楼都不得安生。最后是医院叫了保安将村民请了出去，又来了主治医生说明了姑妈的情况。姑妈2年前心脏就已经不太好了，当时如果及时治疗没那么严重，可惜一直拖坏了身体。刚赶到的奶奶听了医生的话，愣在原地。我在旁边瞧着，她嘴唇已经彻底没了血色。确实，2年前姑妈的身体就不舒服，时常干活时说胸口疼。奶奶不以为意，只说小毛病，随便拿了点止疼药让姑妈吃了。我还好心提醒姑妈去看看，以免病情恶化，结果被姑妈一巴掌扇在脸上。你敢诅咒我，还娇气我来了，真以为读了2年大学就了不起了。从此我再也没提过，每次姑妈说不舒服，奶奶就让她吃止疼药。就这样一拖再拖，拖到了现在这个地步。奶奶冲进来抱着姑妈哭，都是娘的错呀。哭着哭着，她忽然拿起床头的茶缸子往我身上丢。我不懂，周岩，你这个大学生还不懂吗？你也不提醒我们，都怪你这个丧门星害了我闺女啊。姑妈也哭得真心实意，我看你这个白眼狼就是看不得我们好，白养你了。我闪身躲过茶缸，直抿着嘴不说话。旁边还有人呢，这时候装可怜比较好。孙奶奶还在病房里没走，听了这话，帮我说了句公道话。当初妍妍提醒叶梅的时候，我可在场的。叶梅，你当时是不是打人家，还说人家咒你来着？虽然人家没爸没妈，但你们也不能这么不讲理，胡搅蛮缠。你们这么着，就不怕孩子爸妈半夜从地下过来找你们赔丧良心？孙奶奶说完，冷哼一声走了。医生也鄙夷地看了姑妈和奶奶一眼，转身离开。姑姑住在医院里，住院费只能花他们家的存款。之前村里让缴新农合，他们不愿意花那1年300多块钱，还大骂村支书是想骗钱，现在生病了就只能全额缴费，一辈子辛苦攒的钱，眨眼花了七七八八。表弟考大学无望，文曲星预言的精神支撑也破灭了，干脆连学校也不去了，整天跟着一群小混混在外面鬼混。一个国庆没过完，已经染上一头绿毛，像个社会上的小混混了。眼看着钱流水般的花出去，奶奶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，动不动就骂我跟妹妹出气，甚至要我和妹妹全都辍学，留在家里种地收谷子。可我小妹才1年级，周岩一个大小伙子可以去卖力气养家，周乔就在家做饭洗衣伺候我跟你姑，让我跟妹妹一个干活养家，一个照顾她跟姑姑，这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当年我爸有存钱的习惯，其实给我和妹妹留了一笔钱，不多，但足以支撑到我大学毕业。以前我年纪小不敢花，也怕被我奶发现抢走，这些年一直没敢动。后来又因为妹妹太小，要留在村里生活，我更不敢随意让他们知道，以防被要挟。但重活一次，我已经看透了他们，哪怕闹翻又怎么样呢？我已经长大了，大不了带着妹妹走。这大学我还真就读定了，我直接拒绝了奶奶，结果自然就是又被她骂了一顿。农村的夜晚静悄悄，只有蛙声和蝉鸣声，以及隔壁时不时传来的奶奶难听的咒骂，可我只当听不见，甚至有闲心思拿这些话学舌逗乐妹妹。本来妹妹被骂得挺难过，被我这么一搞怪，乐得咯咯直笑。院子里传来我俩欢快的笑声，隔壁登时哑了火。我冷笑，气吧就气吧，气死拉倒。姑妈在医院里也不消停，与病房里的人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，最终人家忍无可忍赚了病房。我没能回校上学，我也不敢走，怕妹妹有个好歹，就跟学校说明了家里的情况，暂时办理了休学，学可以晚些回去上，我得先看他们怎么死。这天奶奶让我去给姑妈送饭时，刚好碰见姑妈的妯娌去看她。姑父早逝，有一个姐姐，已经很多年不与姑妈来往了。如今姑妈住院，她收到消息便过来了。我站在病房门口，听着2人的对话。姑妈大肆渲染，都怪那群村民和我把他们家毁了，毁了他们的风水。她妯娌最终不耐烦地捋了捋头发，告诫一句离开了。
你要是再听你那个不着六九的娘的话，早晚害了你跟你儿子。等他妯娌走了，姑妈还在咒骂，呸，装什么有钱人，我娘还能害我不成？都是你们该死！看到我进去，姑妈耷拉下脸，我无视她眼里的厌恶和愤恨，帮她盛着饭。姑妈刚做完一场手术，还有高血糖和高血脂，所以只能吃一些清淡的。但奶奶根本不往心里去，大骂医生都是庸医，不吃一些有油水的东西怎么好得快？这些医生就是骗我们住院花钱。所以他就给姑妈做了一些又油又腻的，把姑妈吃得直犯恶心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倒水，跟死人一样。姑妈吃着吃着，突然开口：“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我跟你奶奶给你说了门亲事，过几天你就去把婚结了。”我扬了扬眉，这又是想怎么害我？我还在上学，这事以后再说吧。姑妈啪的把筷子拍在桌面上，凶恶道：“不小了，家里养不起你这个闲人，我们也没有彩礼要给你，你表弟还等着娶媳妇呢。咱村头的老宋家的大姑娘，又漂亮又有学历，虽然前几年不正干，但现在都改了，人是好的。也不要咱家的彩礼，还要带多多的嫁妆，我看你俩正般配，人是好的。”我冷笑，但这宋家大姑娘宋月换男人比换衣服都勤快，前几年跟一个男的跑了，成了全村的笑柄，如今被甩了，灰溜溜回来，这是要找接盘侠呢。我要是娶了她，就是全村的笑柄，头上不知道要戴多少顶绿帽子呢。就为了图人家家产，她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！我语气淡淡，姑妈觉得她不错，那让表弟去娶好了，表弟也成年了，这样表弟既娶了媳妇，也省了彩礼钱。姑妈大怒：“小畜生，你这是什么话？这宋月你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别忘了，你妹妹还在家里，现在配冥婚的那么多，咱隔壁村可是刚死了一个和你妹妹年龄相仿的男孩子，等着配冥婚呢。”我藏在袖子里的手渐渐收紧，这个畜生竟然把主意打到给妹妹配冥婚身上。我强迫自己镇静下来，语气软弱妥协：“好，什么时候我去见一面？”心下已经冷然，既然刚捡回的一条命你自己不要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这件事传到奶奶耳朵里，奶奶那张老脸都快笑烂了。好啊好啊，依我说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还不如赶紧成家。那我就找媒婆相看相看，咱们早日把她带的嫁妆，哦不，把好事办成了。我神态平和，得先见一面啊，奶奶。我们年轻人要按我们年轻人的方式来。奶奶这次格外依着我，最后定了过2天宋月去医院看望姑妈时，让我顺便见一面。说完，奶奶去烧水了。看着她佝偻的背影，我心里泛起冷意。那就看到时候后悔的是谁吧。到了约定的那一天，奶奶再次打发我去送饭。等到了姑妈的病房时，宋月还没来。姑妈招呼我坐到她身边，第一次对我露出慈祥的笑，笑得我后背发毛，也更加印证了此次鸿门宴的猜测。姑妈拉着我的手，眼中满是虚伪的慈爱。哎呀，转眼间我们家妍妍已经成大小伙了。你先去隔壁402那个空病房等着，别在我这里过了病气。到时候你俩好好聊。哈哈哈哈！我低眉顺眼，出门拐去402。这是西侧最靠里的一间病房，目前还空着。我凑近透过门缝一看，看到了一个纤细的身影，正穿着清凉坐在床边。我微微一笑，没进去，给表弟发了条消息：“你要的游戏机我放在402病房了，上来拿吧，别让姑妈发现了。”我坐在楼梯口静静的等，没过多久就看到了表弟急匆匆跑来，推开402的门就走了进去。没多久，里面就传来交谈的声音，随后传来靡靡之音。过了不到3分钟，传出一声尖叫：“强奸了救命！表弟被警察抓起来了！”是我报的警。当时医生护士闻声赶来时，发现里头的宋月衣衫不整，哭哭啼啼，表弟涉嫌强奸，被保安强行按住。当时听到动静，姑妈推着轮椅进来，看到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表弟，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，愣在原地，随即大喊：“儿啊，怎么是你被抓的？不该是周岩那个小畜生吗？放开，放开！你们抓错人了，强奸宋月的人是周岩。”宋月抬起头，脸上带着疑惑：“他不是周岩。”我从门外施然探出头：“我是周岩，哪个喊我？”宋月愣住了，姑妈也愣住了，随即猛地指向我，破口大骂：“是你！你个丧门星！”我淡笑，却不接话，转而看向宋月：“刚刚是你找我？找我啥事？”随即我意有所指地看向被摁着的表弟：“哟，这是怎么了？他犯啥事儿了？你们可别冤枉他！”宋月张口结舌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表弟，忽地指着表弟大喊：“什么周岩李岩的，我不认识，反正强奸我的人就是他。”随着警方赶到，宋月一口咬定他在这里休息，结果表弟忽然闯了进去，见色起意，对他实施了威胁强奸。表弟大喊冤枉，说是宋月勾引的他，两人各执一词。但总体来说，表弟处于弱势，毕竟女方喊强奸，他被抓了个正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宋月为什么会配合姑妈他们污蔑我。宋月怀孕3个月了，
急需接盘的，但又怕我不同意，这才想出了这一招。但没关系，捞不着我，捞着个表弟，宋家也愿意。当即表示愿意私了，但是得表弟出钱出彩礼，迎娶宋月。被警察带走时，姑妈晕了一回；被宋家要挟时，姑妈又晕了一回。奶奶和姑妈当然不同意表弟去当这个接盘侠。奶奶指着我大骂，说一切都是我害的。我继续装委屈，这关我啥事啊？我当时就是听错了，去204等了半天，谁想到能出这种事？这事儿成了一笔糊涂账。但奶奶他们已经无暇跟我算账了。宋家3天2头来医院闹，姑妈被气的病情持续恶化，需要马上做手术。这笔巨额手术费让奶奶当即在医院哭爹喊娘，说医院坑钱骗人。但可惜该掏的钱还是得掏。奶奶这边还没在医院表演完，村里又传来消息说表弟打架斗殴，打伤了人，已经被派出所拘留了，等着奶奶去捞呢。姑妈喃喃，试图大吼，可她已经吼不出来了。你胡说，我儿子是文曲星下凡，怎么可能会打架？安抚好姑妈。奶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想拧我胳膊一把，被我躲开了。小畜生，好好照顾你姑，等我回去再找你算账。奶奶急匆匆走了。看着精神已经近乎崩溃的姑姑，我缓缓在她面前坐下，给她放了一段视频。视频是我拍的表弟进402的全过程。啧啧，姑姑你看，表弟可一点也经不起诱惑呢。姑姑瞬间瞪大双眼，你早就知道了，你早就知道了。我微微一笑，继续刺激他，可不是嘛，就是我骗表弟去402的呀。不仅如此，也是我故意给了表弟一笔钱，让他疯玩的。那些小混混，也是我刻意安排，让表弟认识的。表弟已经完全毁了，你的身体也毁了，奶奶拿不出那么多钱给你做手术的。姑妈，你就等死吧。姑妈瞪大眼，伸出手想如以往那般掐我打我，手刚伸出一半，就痛苦地捂住胸口，艰难地喘着气。在姑妈愤恨又绝望的眼神中，我淡然看着，等她彻底失去意识以后，才帮她摁响了急救铃。我不会让她就这么轻易死的，这么轻易就死掉，太没有价值了。她应该死在我奶奶手里。手术很快排好了时间，我赶回家给姑妈准备营养品。奶奶做了一些小菜和清粥。你姑做手术，我得去陪着，你跟我一起，回头端屎端尿你去伺候，看什么看？没有你的份。你这种白眼狼吃了也是浪费。我低下头，医生不让手术前吃饭，我特意咬中了这个饭字。奶奶眉毛一竖，你怎么那么死心眼，只说不让吃饭？那给你姑吃些菜和粥不就行了？不吃饭做手术怎么熬得过去？你就没点好心眼？见此我不再说话，乖乖低下了头。奶奶哼了一声，对于自己的小聪明似乎很是得意。做手术前，医生照例过来询问，早上没有吃东西吧？奶奶站起来连连摆手，没有没有，医生说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忘记？站起来时，奶奶还将垃圾桶往床底下踢了踢，里面放着盛菜和粥的塑料盒。我在旁边低下头，掩住勾起的唇角，什么也没说。手术开始没多久，护士急忙出来质问我们是不是偷偷给姑妈喂了食物时，奶奶正在我耳边说风凉话。她说又给我物色了一个有钱的寡妇，让我这次必须尽快结婚。等听到医生说术中的姑妈因为那食物倒流到气管，已经窒息死亡时，奶奶愣在原地。等看到姑妈的尸体时，她扑在地上痛哭，也不知道是哭给谁看的。她还想闹，可责任全在她。是她不听医嘱，偷偷给姑妈喂了饭，是她蒙骗医生说没给姑妈吃东西，是她害死了自己的女儿。等我帮忙拉着姑妈尸体回到村里时，奶奶却发现家里已经被洗劫一空，存折没了，一些值钱的东西也都全没了。问了街坊邻居才知道，是表弟回来了一趟，没多久便大包小包的走了。奶奶的天都塌了，养老钱全没了，连给姑姑下葬的钱都不够了。只有我还面无表情的陪在她身边。她虐待了我和妹妹这么多年，最后关头陪在她身边的却是我们。伤心了半天，眼看家底被掏空，没了物质保障，奶奶也不再心疼刚死去的姑姑，找了个后山随便一扔，连火葬场也懒得送去了。等待姑姑的将是被野狗分食的下场。下山时，奶奶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拉着我的手，现在就只剩下你和乔丫头陪着老婆子我了。奶奶能依靠的只有你了，你听话，把你爸妈给你留的存款拿出来，奶奶替你存着，我知道你肯定还有。她攥着我的手很紧，生怕我跑了一样。事实证明，第二天我真跑了，连夜带着妹妹打包走人，跑到市里买了车票，去了我上学的地方。在异乡虽然过得苦，但生活起码顺心有盼头。我托了同学的关系，把妹妹安排进附近的小学戒毒，每天送完妹妹，我就去赶早八，晚上尽可能早早的去接她。只要再坚持2年，等我毕了业，一切就都会好起来。听说奶奶找不到我后快疯了，但街坊邻居没人可怜她，也没人愿意告诉她我在哪个大学上学。她和姑妈的骚操作把人都得罪遍了。奶奶压根没挺过这个冬天，
凄凄凉凉死在了老屋里。警方辗转找到了我，让我回去认尸，料理奶奶后事。我向警方表达了之前被虐待的事儿，语气淡淡：我奶奶最疼的是我那个表弟，你们怎么不找他？电话那头顿了顿，他跟人打架斗殴，2个月前被人捅死了。沉默良久，我笑了，我明天就回去。电话挂断，我揉了揉妹妹的小脑瓜，家里的垃圾都没了。等哥哥毕业，一定努力赚钱，给你一个更好的家。当晚我睡得特别好，梦里前世被杀的场景渐渐模糊，而我和妹妹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